在这个世界上有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同时发生：一位跨国科技巨头的高管，在没有触犯当地任何法律的情况下，被强行扣留在异国他乡；而远在中东的一位普通父亲，因为国家被切断了国际结算系统，买不到救命的抗癌药。这两件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事情呢，背后却有一根共同的线牵引着，那就是美国的制裁与长臂管辖。今天我们就来拨开国际政治伪善的外衣，探讨一个残酷的问题：当一个国家掌握了地球上最强的武力和金融系统的时候，它是如何规定规则的？为什么美国可以合法拥有核武器，而伊朗一旦触碰就会面临灭顶之灾？跨国捕抓他国高管甚至总统，到底是捍卫正义还是赤裸裸的野蛮？本期将深度解析美国制裁与霸权逻辑。要理解美国的霸道，我们得先看看它是怎么起家的。1776年，美国建国的初衷，恰恰是为了反抗大英帝国的不合理税收制裁。他们喊着无代表不纳税的口号，通过独立战争赢得了自由。但屠龙少年最终成为了掌控规则的巨龙。美国的崛起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运气，东西两大洋成了天然的护城河。当两次世界大战把欧亚大陆的两排帝国打成废墟的时候，美国本土不仅毫发无损，反而成了民主国家的兵工厂。两战结束后，美国不仅在军事上碾压全球，更主立了联合国的政治体系。从那一刻起，世界游戏规则的制定权正式落入华盛顿的手中。成为世界一哥后，美国需要维持它的霸权，他们找到了两件终极武器：印钞机和核按钮。首先是石油美元。1974年，美国和沙特呢就达成了一项改变世界格局的协议，美国为沙特提供军事保护，作为交换，中东的石油就只能用美元来结算。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全世界只要还需要用油的，就必须储备美元。美国从此就可以通过加息、降息，甚至直接冻结你的美元账户，来掌控任何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脉。第二件武器呢是核垄断。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造出并可以使用核武的国家。为了保持这种绝对的威慑力，1968年由大国主导制定了不扩散核武器的条约。这个条约的潜台词非常冰冷，在1967年拥有核武的是合法的核大国，而其他国家呢必须永远放弃研发核武。你可能会问，这公平吗？为什么美国可以继续研发，可以有这个核武，伊朗就不能有呢？在国际政治的丛林法则里，公平是实力的附属品啊！美国的逻辑非常简单，我拥有毁灭世界的能力，但我认为我是理性的，而当你一旦拥有，就会威胁到我的安全和我在中东的利益，因此我必须要用一切手段阻止你。这就是大国公然的双重标准。如果哪个国家不服从这套规则，美国的制裁镰刀就会无情落下。委内瑞拉，它则是南美最富裕的产油国，但因为其左翼政府的石油国有化政策触碰了美国资本的利益，并与美国在地缘政治上唱了反调，美国就对其施加了毁灭性的金融和石油制裁，结果就是经济崩溃，通胀率飙升，数百万人民沦为难民。再来看伊朗，今天的伊朗到底是因为政权的残酷，还是美国的制裁导致了民不聊生呢？这个个人认为是一个互相强化的死局。美国长期对伊朗实施极限施压，切断了伊朗的石油出口和 SWIFT 国际结算系统，等于切断了一个国家的呼吸管了。为了在极度恶劣的外部环境下生存，伊朗内部的政教合一体制必然会收紧控制，用强硬的手段镇压内部的不满，集中资源发展军工以求自保。美国就像是一个在外面不断加火的高压锅炉工啊，而伊朗政府为了不让这个锅炉爆炸，死死按住减压阀，最后被高温和高压熬煮的就只有底层无辜的百姓。当制裁还不够的时候，美国会动用最具有争议的手段——长臂管辖与跨国执法。我们再来看看华为公司现任的副董事长兼首席财务官孟晚舟的事件。
这是美国野蛮行径的教科书级展现。美国用自己国内的法律去惩罚一个非美国公民在美国境外发生的行为，在传统的国际法中，这毫无道理啊。但美国为什么能做到呢？因为它掌控着全球的金融系统，并且可以用引渡条约来施压盟友加拿大。时任总统特朗普甚至公开表示，如果对中美的贸易谈判有利，他可以干预此案。这一句话就直接扯下了法治的遮羞布啊！孟晚舟不是普通的嫌疑人，而是大国科技战、贸易战中被美国绑架的地缘政治人质。如果说捕抓高管是法律的霸凌，那直接捕抓他国的总统就是赤裸裸的无力野蛮。无论是历史上美军直接入侵巴拿马，捕抓最高领导人若列加，还是近年来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的拒捕，甚至在假设的极端冲突中动用军力越境斩首，或者是捕抓主权国家元首。从国际法来看，这严重侵犯了国家的主权，是彻头彻尾的丛林行径。但美国的逻辑是，只要我把你定义成恐怖分子或者是毒枭，我的国内法就等于国际法，我的特种部队就是世界警察。当我们看到美国全力支持以色列，甚至亲自下场在中东发动军事打击时，你也许会问这场流血的战争到底谁赢了？最直接获利的当然是那个庞大的美国军工复合体。每当第一枚导弹落在中东的土地的时候，美国军火商的股票就会应声大涨。战争对他们来说不是灾难，而是天降的巨额订单。然而在更宏大的全球大棋局上，这场战争却催生出了出人意料的边界胜者，首当其冲的就是俄罗斯。随着美以对伊朗的打击，波斯湾这一全球能源心脏就陷入了停摆恐慌，国际油价瞬间暴涨，这产生了一个极具戏剧化的后果。原本饱受美国全面制裁、经济承压的俄罗斯，突然发现自己的石油成了全球疯抢的硬货币。接着战争推高的油价，俄罗斯通过庞大的银子舰队向全球大肆出口石油，赚得盆满钵满。美国的炸弹无意中就成了俄罗斯国库的提款机。而更让华盛顿不寒而栗的是伊朗伸出的金融核弹。面对美国军事摧毁与极限的经济封锁，伊朗并没有屈服，反而破釜沉舟。伊朗的 IRGC 的官方代表还向世界公开放话，从今天起，如果要经过这个 Straits of Hormuz 霍尔墨兹海峡，就一定要用人民币来结算。这句话就直接刺穿了美国石油美元的霸权心脏。这是一个极具讽刺意味的一个地缘政治大逆转。美国耗费巨资、掏资国力去打一场中东战争，结果不仅没有彻底的驯服对手，反而让俄罗斯在能源市场上躺赢。不仅如此，美国的极端施压还亲手把中东的能源定价权拱手可能推向了人民币。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美元被彻底武器化的时候，当制裁成为悬在每个国家头顶的达蒙克利斯的剑的时候世界并没有坐以待毙。一股旨在打破美国单极霸权的力量正在迅速壮大，它就是金砖国家 BRICS。刚才所讲到的人民币的中国，还有俄罗斯、伊朗都是金砖国家的成员之一金砖国家最初呢是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组成，如今更是强势矿源连长期被美国制裁的伊朗也都正式加入了。这些国家加起来占据了全球近一半的人口和极其庞大的能源与工业的产能。他们聚在一起，最核心的诉求就是要去美元化。天下苦美元久矣，既然美国可以用美元结算系统 SWIFT 随时切断一个国家经济命脉，那么金砖国家给出的答案就是我们建立我们自己的支付系统，我们用彼此的本国货币来买卖石油和商品。巴西的总统曾公开的在讲台上质问，为什么全世界一定要用美元来结算？这句客问正在引发一场全球金融体系的地震。从沙特考虑到使用非美元来结算石油，到多国抛售美债而囤积美金，金砖国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论坛，它是全球南方国家对美国金融霸权的一场集体的越狱。当被制裁者们联合起来，美国的制裁大棒还能挥舞多久呢？
美伊在中东的无底洞战争不仅极大地牵扯到美国的军事资源和战略精力，让其陷入多线作战的泥潭。更致命的是，美国对以色列的无底线的偏袒，让美国在全世界彻底失去了人权与民主的道德高地。美国在透支自己的全球信誉，而这正是其他国家获得的战略喘息、重塑国际新秩序的绝佳契机。霸权是有代价的，而且是极其昂贵。当我们在惊叹美国那支能在全球随时投射火力的无敌舰队的时候，很少有人会问一个致命的问题：钱哪里来啊？为了维持这台庞大的战争机器的运转，同时兑现美国优先的政治承诺，特朗普政府挥舞起了另一根大棒——极端关税。他试图通过全球，尤其是中国，甚至欧洲盟友征收高额的关税，把制造业逼回美国，并用关税收入来填补国库。但这根本就是一个违背经济学常识的政治幻梦啊！关税的本质是向本国消费者和企业征收的隐形税。高昂的关税不仅没有让制造业回流，反而导致美国国内供应链的断裂。通货膨胀如同脱缰的野马，普通的老百姓连最基本的日常用品都快买不起了。压死骆驼的是美国内部的彻底分裂。在这场史无前例的政治风暴中，深受关税之害的美国跨国巨头、农业大州，甚至部分的科技企业联合起来，将特朗普的政府告上了法庭。这是一场权力的巅峰对决。最终，最高法院的法锤落下，特朗普输了。法庭裁定，绕过国会、滥用国家紧急状态加征关税的行为为违宪。输掉这场世界官司，不仅让白宫颜面尽失，更直接切断了政府幻想中的关税提款机。这就形成了一个极其讽刺而致命的死局。对外，为了震慑中东、压制伊朗，美国每天都往波斯湾砸下数以10亿计的真金白银。这台吞金兽般的战争机器正在疯狂地透支美国的国力。对内，总统却深陷违宪败诉的政治泥潭，国内的经济被关税反噬得千疮百孔，面临着随时停摆的危机。当一个帝国只能靠疯狂印钞来支付对外的战争，而对内的造血机制又被自己亲手摧毁时，它的底座其实已经烂透了。美国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超级大国，正在被自己设计的一个制裁和关税的双刃剑狠狠地刺伤到自己了。10多分钟的梳理，我们看清了这套运行了半个多世纪的霸权逻辑：用美元收割财富，用核武维持威慑，用长臂管辖打击异己。在这个体系下，有伊朗平民买不到药的绝望，有委内瑞拉经济崩溃的哀嚎，也有跨国高管脚跺上的冰冷镣铐。但历史的车轮不会停止，美以战争加速了美国道德霸权的瓦解，金砖国家的崛起正在敲动美元霸权的基石。世界正在经历从单极霸权向多极制衡的剧烈阵痛。旧的秩序是不是在崩塌呢？新的世界尚未完全建立，在这一个充满动荡、制裁与反抗的过渡期里面，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能够永远靠霸凌统治世界的。这里是金融风化社，感谢你今天的观看。如果你喜欢我们今天的分析，记得点赞、订阅和分享哦。那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